在冰岛的最后20小时，行程该怎么安排呢？我们决定先待在世界奇迹的蓝湖温泉里，再吃一次冰岛最好吃的羊肉热狗，入住机场旁的设计饭店，最后再散步到机场附近的2个私房景点等待清晨，还会开箱冰岛航空贵宾室哦。离开雷克雅维克的中午，我们将导航设定在距离机场不到20分钟车程的蓝湖。蓝湖是冰岛旅人的必修课，于是我们把它当作回归现实前一场必要的过渡仪式。作为被国家地理评选为世界25大奇迹之一的地质景观，以及被 UNESCO 列为世界地质公园的蓝湖，其实是地热发电厂的美丽意外。你可能会问，蓝湖到底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？答案是两者皆是。故事要从1970年代说起，当时的地热发电厂把多余的废水排到这片熔岩原上，结果富含2氧化锡的泥浆水逐渐把岩缝给填满了，最后便形成宛如仙境的乳白蓝池水。就这样，一座梦幻的蓝湖诞生了。雨越下越大了，我们赶快跑进蓝湖的室内。蓝湖是世界知名的度假胜地，拥有2间奢华温泉饭店、4间餐厅、自有品牌的护肤产品，以及单日入场的温泉与 SPA 体验。在正式享受温泉前，我们先穿越到建筑后方的 Lava Restaurant 吃午餐。挑高的现代室内空间，巧妙地将黑色火山岩壁包覆其中。我们幸运被安排在靠窗的座位，隔着一片落地玻璃，外头就是奶蓝色的湖水。这是菜单。餐前面包的奶油上撒着白色海盐与黑色火山岩，烤牛排火候精准，肉质饱满，但切起来依旧坚韧了些。这么多天吃下来，我们认为各家餐厅羊排的表现一致胜过牛排。爸妈的主菜是带皮的羊排，表面微焦的油脂香气与鲜嫩的肉质形成强烈对比，香脆却不腻口。午餐过后，我们回到入口柜台。由于已完成线上报到，我们可以直接快速通关。蓝湖的官网购票很简单，选择 Day Visit， 再选 The Blue Lagoon。进入后选择人数和日期。入场方案主要分为 Comfort 与 Premium， 我们选择 Premium。2026年的方案细节有变动，请以官网页面为准。而我们2025年的方案比 Comfort 多了每人1件浴袍、2杯饮料，以及体验额外2种面膜。选好方案后，接着要选进场时段。早上7点和晚上8点后有特价，我们选下午2点，每人约台币4900。接着选额外加价项目，不需要就点 Continue。再选是否需要来回接驳，有雷克雅维克和机场2个选项，不需要就点 Skip and Continue。接着输入基本资料，点下 Continue to Payment 就可以刷卡付费了。套上感应手环后，我们先前往更衣室换装。接着走到户外，我们赶快把浴袍挂好，迫不及待想下水感受温暖。下水前再介绍一下单日入场游客常用的设施。男女更衣室在主建筑里，
走出来的户外区叫 Meeting Point， 同时浴袍也要挂在这里。蓝湖右侧是游客常吃的2间餐厅 ，Blue Cafe 和 Lava Restaurant。下水后建议先前往 And Water Bar 兑换饮料，再到 Mask Bar 敷面膜。池畔边缘其他设施还有2间蒸汽浴、1间烤箱、水柱按摩，还有冷水池。习惯了台湾和日本的热汤，蓝湖大约38度的水温，算是颇有凉意。事实上，这里的温泉源头是来自地底2000公尺深处，由70%的海水与30%的淡水混合，占地达8700平方公尺。最特别的是，蓝湖里完全没有添加化学杀菌剂，因为水里有高浓度的细泥以及独特的藻类和矿物质，让细菌无法在这里存活。来到蓝湖的游客有2件必做体验，一是前往 And Water Bar 兑换饮料，推荐大家点这杯 Blueberry Slush， 它是亮蓝色的蓝莓冰沙，和温泉颜色特别搭，很适合拍照。在冒着白烟的微凉湖水里，一边泡汤一边喝冰沙，有种很奇妙的疗愈感。第2件事是前往 Mask Bar 体验敷面膜，最基本的白色细泥面膜，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取用。而我们的 Premium 方案可以额外解锁绿色海藻面膜和黑色火山泥面膜。这个环节就交给爸爸来示范，均匀的涂在脸上，大约5分钟后再洗掉就可以了。上岸换洗完毕后，我们回到入口归还感应手环，再顺着动线前往蓝湖的商店，架上摆满刚刚体验过的自有品牌泥膜、保养品以及纪念服饰。不过，最吸引我们的是与 Moomin 联名的珐琅杯。看着 Moomin 泡在蓝湖里，觉得奇妙又可爱。Premium 方案里其实包含2杯饮料，我们把第2杯的额度留给商店旁的 Blue Cafe， 这里也可以隔着玻璃欣赏蓝湖。旁边的冷藏柜里有综合寿司、三明治与卷饼等轻食。妈妈在柜台换了一杯热咖啡，我和爸爸都拿了冰可乐。走出蓝湖的建筑，我发现丫丫也在泡汤耶。远方一直冒烟的建筑，就是造就蓝湖温泉的 Svartsengi 地热发电厂。顶着雨丝，我们正式驶离蓝湖。车窗外的风景开始从超现实的黑色熔岩，渐渐过渡到城镇的轮廓。10几分钟后，我们抵达机场所在的凯夫拉维克镇。在前往住宿饭店前，我们绕进一座大型休息站，里头有2大连锁超市和加油站。但我们是为了再吃一次冰岛最有名的扬州热狗 Björnens Spetspizza。这家店里还有卖外带热食，以及零食、饮料等补给。再次驱车，我们抵达这晚的落脚处 Hotel Berg by Keflavik Airport。
为了配合隔天清晨的航班，所以才选择机场附近的好评住宿。先办理 check-in， 柜台人员告知顶楼有热水池，但我们才刚泡过蓝湖，就先不要了。我们预定可容纳3人的 Loft Suites 楼中楼房型，下层原本作为客厅的沙发区，已被改造成一张舒适的床铺。即便是机场附近的过境饭店，空间里依然保留对质感的坚持。桌上有磨砂黑的快煮壶以及 Nespresso 咖啡机，干湿分离的浴室甚至还有气窗。顺着木质阶梯往上，斜顶的上层摆放一张双人床和电视。窗外景色是小巧的游艇码头。下午5点半，我们把车开回 Lotus Car Rental。由于有保全险，交还钥匙就可以直接离开。回到饭店后，我们决定到饭店后方，走路只要1分钟的2个景点走走，是一般游客不会来的隐藏景点哦。我们沿着码头来到巨人洞，这个免费景点改编自冰岛的儿童文学。洞穴里有一位女巨人，虽然她长得非常粗犷，但其实她的眼神很和善。我们先在洞穴外拍搞笑照。洞穴内有巨人的床、衣物和日常用品，还能听到巨人睡觉的鼾声。接着我们转向凯夫拉维克观景点，在这条短短的步道上，沿路开满紫色的鲁冰花，成为这趟旅程最后的视觉惊喜。顺着花海走到观景点，眼前是宁静的海湾，远处是凯夫拉维克小镇的轮廓。住在机场附近，有一种待机状态的奇妙氛围。这里没有人挤人的游客，或许才是冰岛最真实的样子。清晨4点，闹钟准时响起，我们搭上饭店的免费接驳车，在北纬64度的微光中，抵达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。这短短的5分钟，像是一条切换状态的过渡带。随着航厦玻璃门打开，扑面而来的广播与行李滚轮声，已正式宣告我们的冰岛旅行正式进入尾声。托运行李后，我们顺着指标上楼逛逛。这里有许多熟悉的回忆，像是冰岛最古老的书店、蓝湖专卖店和北纬66度户外服饰。还在角落找到邮筒，投下我们写好的冰岛明信片。前往登机门的路上，我们也不忘与美漫风格的 Silver Stabler 艺术墙道别。在进入长达20几小时的跨洲飞行前，我们决定在冰岛航空贵宾室 Saga Lounge 寻找最后的缓冲。在充满焦虑与匆忙的航厦里，这里就像一座被独立出来的岛屿。北欧风格的木质装潢和模拟火山岩的装饰，把外面的时间完全隔绝。清晨的吧台上陈列着刚出炉的面包和松饼，还有 cheese、火腿、生菜和优格。
果汁和咖啡机也是不可少的。我们挑了一区可充电的沙发座吃早餐。算算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离开安静的贵宾室。接下来的时间将被简化成一连串机械动作：寻找登机门、扣上安全带、等待机上餐、飞机降落、等待转机，然后再次走向下一个登机门。机窗外的光影随着航班不断切换，随着航线不断跨越时区，我们的睡眠被切成碎片，日夜的界限彻底模糊。我们像在巨大的时空隧道里穿梭，被现代航空的效率强行折叠空间的距离。当机轮最后一次摩擦跑道，冰岛已正式成为回忆，而带回来的是我们重新看待日常的眼光。我是 Summer，我们下次再见。